32个男人和唯一一个女人在一座与世隔绝的荒岛上打破伦理界限，引起了无数的杀戮。这件事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？然而它却的的确确真实的发生过，甚至距今不到100年。究竟这些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荒无人烟的小岛上，又发生了怎样的离奇故事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件孤岛惊魂安塔纳汉岛女王事件。1939年到1944年间，我们故事的女主角比嘉和子为了依靠身在南洋的哥哥，从冲绳来到了巴坎岛，并在岛上的咖啡店从事女服务员的工作。同样在这个岛屿上，有一名叫比嘉正一的男青年在此工作。他与和子在岛上相识后，很快就结了婚了。随后和子跟随丈夫来到安纳汉岛工作，她传奇的一生也开始渐渐地拉开了序幕。当时由于战局的严峻，和子的丈夫出发去另外一个岛上接妹妹，但不想出发没多久，美军开始猛烈攻击离安纳塔汉岛最近的塞班岛。无奈之下，比嘉和子只能跟随丈夫的上司中里疯狂的逃亡，躲进了中央的丛林之中，这才勉强逃过一劫。面对着炮火荒芜，二人顺理成章地结为了临时夫妻，并且依靠着残留下来的农作物和一些家禽，相依为命地生活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。1944年6月12日，几艘被日军征用的监狱渔船同样受到来自美军的攻击，并被击沉在大海之上。这里头有10名日本陆海军军人和21名随军船员逃到了安纳塔汉岛上。他们使用岛上生长天然的香蕉和番木瓜，还有野芋作为食物充饥。随着时间流逝，他们搜寻食物的范围也越来越大，不知不觉的，这些军人就来到了和子的居住范围内。当时无论是和子还是中里都很高兴可以在孤岛上找到同伴，于是非常大方地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他们，还治疗了他们的伤势。彼时的他们守望相助，却没有预知到在未来的7年里，给他们带来灾难的不是他们头顶上空盘旋的飞机，也不是包围着他们的有毒植物，而是来自于他们自身。1945年9月2日，日本正式签署降书，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。然而因为完全封闭，这个消息并没有传达到安纳塔汉岛上。尽管美军曾对岛上的人广播这一消息，但他们都认为这是美军的陷阱，拒绝离开安纳塔汉岛。只有原住民老老实实的离开了。最后整个岛上只有这33个日本人继续过着与世隔绝的孤岛生活。这些人中除了和子全是男性，半数还是20多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最年轻的只有16岁。因而和子作为岛上唯一的女性，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女王般待遇。大家都想成为和子的裙下之臣。为了防止男人围绕着女人展开纷争，这其中最年长的人提议让和子和中里在大家的面前赶快举行婚事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大家都对和子死心了。尽管婚礼顺利举行了，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，在这片法律无法覆盖的土壤之上，和子和中里的婚姻就如同一张薄纸，一捅就破。转眼到了1946年8月，他们已经一起在这个岛上生活2年。其中有2个人在岛上的丛林里发现了坠落的美国军机，并且找到2把手枪和70发子弹。虽然这些枪由于撞击都坏掉了，不能用了，可恰好这里头有个熟悉枪支的男子。男子通过不懈努力重组了手枪，也同样掌握了绝对的武力。手握手枪的2个人立刻拥有了岛上的最高权力。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霸占和子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中里是和子的丈夫。就在大家以为中里会负隅反抗时，疑惑的走向出现了。中里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，甚至在和子的商议下，决定将原本的2人夫妻变成了3男1女的奇葩组合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岛上开始发生可疑的事件。一个男人从树上失足摔死了，偏偏在现场附近的是持枪的2名男子，而死去的也是和他们平时关系比较坏的男人。这种事情不言而喻，大家私下都纷纷开始猜测，
会不会是这2个男人用枪威胁这个人自杀呢？持枪者并没有在意他人猜测，反而愈加的嚣张起来。他们在岛上作威作福，胁迫他人，甚至在一言不合之下直接把一个纠缠盒子男人给枪杀了。这让剩下的男人都开始担忧起来，自己能否看到明天的太阳。尤其是钟离，他感到了恐惧，自己没有枪，凭什么能和持枪者享受一样的待遇？于是钟离一狠心，再次示弱，并且公开向2个持枪者表达了一个意愿，自己退出3男1女的组合。俗话说，一山不容2虎，钟离的退出反而让持枪的哥俩杠上了。他们为了挣脱比嘉和子的最终所有权，彻底闹翻了。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杀后不久，也失足落水溺亡了。2个持枪男都没落得好下场，而他们留下的2支枪到了钟离和一个叫做尹景的人手里。此时的枪代表的就是权力，枪在谁手里，权力女人就在谁的手里。于是局面再次扭转，变成了比嘉和子和钟离、尹景一起生活。当然，钟离也没有享受多久统治者的位置，在1个月后也被尹景正面枪杀了。此时2把枪都落入了尹景的手中，他可以算得上是孤岛之王了。尹景享受着权力带来的愉悦，逍遥了2年之久。不过在2年后的一个夜晚，尹景也被人杀死了，凶手未知，但显然是偷了他的枪。随后的日子里，陆续有男人死亡，有从悬崖上滚落而死，有因食物中毒而死，甚至有突然消失不见的。总而言之，到此为止已经有9个男人死亡。为了停止厮杀，岛上最年长的男子向大家提出了建议，把2把手枪全部扔进海里，并且让和子选择岛上的一个男人结婚，避开他人生活。到了这个地步，就算枪没了，已经无法抑制岛上极度不安的氛围了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又有4个人消失在了岛上，他们不是失踪，就是被杀害了。此时距离最开始的一起死亡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5年，岛上从原先的32人只残余19人。最后竟然有男人提出说法，说和死才是这个岛上真正的危害。如果想回到最初平和的日子，最重要的是要让和子消失。于是这帮人商量决定，第2天一早就把和子给杀掉。所幸这剩下的18个男人里还有一个良心未泯，他趁着夜色偷偷来到了比嘉和子的住处，告诉了他这个恐怖的消息，并叮嘱他现在就立刻逃亡吧，否则明天就是你的忌日了。和子立刻逃到了丛林里，独自一个人艰辛地存活着，直到33天后，他登上了一艘途经岛屿附近的美国船只，比嘉和子才终于逃离了这座死亡之岛。接下来美国人又找到了岛上的其他男人，并再次告知他们战争早就结束了，请他们立刻离岛。偏偏这帮人还是不信，认为是美国人设下的陷阱，因此固执的不肯离去。美国人无奈了，只能丢下这批顽固的日本人离开了。直到4年之后，又有一批美国人上岛，并带去了这些岛民的家属写给他们的信，他们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，日本战败了。孤岛生存了多年的19人总算归国，但他们面临的是沧海桑田，物是人非。曾经的妻子已然不在，有的改嫁了，有的有了新的情人，就连和子那个一去不复返的丈夫比嘉正一也早已另娶他人。他们的归来引起了全民的关注，无数小报记者蜂拥而上，那段关于安纳塔汉岛的故事也就流传开来。在这些记者的笔下，和子也变成了安纳塔汉岛的女王，诱惑男人的魔女，甚至有人认为她才是岛上所有死亡事件的主使者，是拥有32个面首的女人，是蜂王。人们乐衷于这种想象，因为香艳刺激，但看不见她也是受害者。所幸这个可怜的女人并没有被这些辱骂打倒，反而决心利用现在的名气先维持好生计。她在随后的日子里不仅主演并巡演了一场名为《安纳塔汉岛》的戏剧，还在冲绳开了一家同名的咖啡店，并在34岁那年获得了新的婚姻，开始了平平淡淡的正常人的生活。在这个真实的事件中，你们看到了什么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咱们下周不见不散。